各位球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聊一聊套胶的重量。随着无机时代的到来，和有机时代最大的区别就是无机胶水加上膨胀油替代了原来的有机胶水。当我们刷无机加膨胀油的时候，如果无机刷的比较薄，可能会影响套胶的支撑，影响你退台，包括你发力后的底劲儿。另外就是刷薄了之后呢，还让你手感发空。那么膨胀油加上无机的重量往往呢可以达到3克左右。那有的时候我们用两面框标，那你刷4遍膨胀油，再加上几遍无机，很有可能你两面的胶水加上膨胀油已经达到了5、6克，甚至6、7克都有可能。那么在有机时代呢，其实有机胶水是比较轻的，往往我们刷10遍，很可能都不到1克。所以说无机时代的到来，让我们的套胶偷偷的就涨了几克。那么一支球拍的重量主要体现在呢，一个是我们在选底板的时候啊，有的人打88克、90克等等。另外一个呢，就是两边套胶的重量、胶水的重量、膨胀油的重量，有的时候呢还会带一些附属品啊，包括护边呐，包括缠的手胶等等。那我们在选板的时候，很多人比较敏感，可能差1克都差不少。其实你在选套胶的时候，轻的套胶和重的套胶都有可能差10克以上。今天这一讲，我们主要是探讨一下啊，各个品牌的套胶，或者是各个类型的套胶，哪个轻一点，哪个重一点。先说框标吧，2.1、2.15、2.2，这肯定是海绵越厚，套胶的重量越重。那么37、38、39、40、41。海绵的硬度越高，也意味着海绵的密度越大，重量越大。这里边我先声明一下，本期视频所讲到的套胶重量，主要指咱们都是以蝴蝶的横板为例，裁剪后不加胶水，也不加膨胀油的重量。那么框标的重量主要是受到一个是海绵厚度，还有一个海绵硬度的影响。所以说单纯说框标有多重不太好说。最轻的可能是37柔。或者是尼奥乘省38这个类型的，大概剪完之后轻一点的可能41、2克，那你到尼奥蓝国的这种41度，有可能裁剪完都达到55克，甚至56、7克的都有。那如果说正手打的框标，其实我觉得比较常见的发烧友尼奥蓝省40度这种，轻一点的可能只有43、4克。其实你可以想一下，德套、蛋糕，包括蝴蝶，你就拿一款套胶，在43、4克的重量能够达到框标的这种支撑。所以说单纯说框标比较重啊，这个稍微有点片面。好，接下来我们谈谈蝴蝶啊，蝴蝶套胶我反手打的比较多，对它的重量呢也比较的了解。蝴蝶这里边比较沉的呢，一个是艾比斯，这是比较沉，再一个呢05号的 D09C， 这重量基本上剪裁后都在50克左右。比较轻的呢，应该就是最轻的可能小蝴蝶，另外就是蝴蝶的那些 FX 啊，剪裁后的重量也就是42克左右。那么主流的 T05、D05 这个重量大概在46、47啊，轻一点的也有可能45。蝴蝶的品控做的是比较好的。刚才讲红双喜的时候，我们说轻一点的43、4克、42、3克都有可能，重的56、7克、7、8克都有可能。而且红双喜和蝴蝶相比，红双喜的品控稍微差点，你有可能这次打的39，下次打的41，都有可能比39都软。就是说红双喜这个重量的控制并不是那么严密，39可能比40硬，也可能比41还硬。你这次打的尼奥蓝省39，下次打的尼奥蓝省39，就有可能不同的手感。好，我们说回蝴蝶这块啊，蝴蝶的品控相对来说做的是比较好的，你可以拿10张 T05 称一下，可能上下最高的和最低的相差也就是1克，最多2克。那么框标这块可能差5、6克，差10克都有可能。你比如说 T05、D05 这种45、6、46、7克的重量，你看德套要想达到 T05、D05 这种支撑程度，一般硬度都得48度往上。所以说从蝴蝶和德套相比，我觉得同样的支撑条件下，蝴蝶的 TD 套对重量的控制会更好一些。那我们接下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常见的反手套胶，就是德套。德套一般分2种，第一款呢是高密内能加上色性套胶，这种举例子来说 F1、雷明、葡萄等等，这些都是高密内能加上色性套胶。这种套胶的主要特点呢，高密是速度快，
对重量控制的好，相对来说摩擦就不是那么好，主要是因为它没有蛋糕的持久好。而蛋糕相比于高密内能来说，因为它有海绵的气孔，相对来说它的形变好，抓球感更好。那么蛋糕不好的地方呢，就是它比高密内能同样的度数下重量要重。一般来说，高密内能是不做高端套胶的啊，高端你会发现都是蛋糕海绵加上粘性或者是色性套胶，因为德套一般来说都是欧洲的这个 ESN 工厂代工的，所以配方呢基本都是一样的。我一般是这样总结的，就是蛋糕海绵多少度对应的就是多少克，比如说斯里卡 DNA 吧，DNM 啊，它是 47.5 度啊，大概减完了就是 47.5 克。DNAH 啊，它的度数是50度，你减完了之后大概就是50克。你们简单的可以拿这种方法去记。我们在选择套胶的时候，就选轻一点、软一点的，有没有啊？其实一味的追求轻，一味的追求软啊，会造成你击球质量显著的下降。如果你对重量比较敏感，你可能要牺牲一定的手感，也就是说，这个套胶你可能打着是很通透，接力就会差一点点，支撑也会差一点点。那么比较特殊呢，就是碳素海绵或者是蛋糕海绵配上粘性套胶，这种类似于什么银威、白金威、K1、K3、雷明 CGR、黄巢 CGR 这种套胶，因为粘性套胶的加入，会让这个度数和重量并不是一一匹配的，也就是说，你看着它50度，有可能都50多克。主要原因呢是色性的胶面和粘性胶面相比，色性胶面的密度是比粘性要低一点的，你会感觉粘性呢稍微要结实一点。实际我们日常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业余球友打时间长了之后，这个色套，尤其传统的那种，像 F1 大 Z 这种，边跟狗啃了一样，是不是啊？主要是因为这个色性套胶啊，它本身密度比较低，比较脆。那么粘性呢，像白金威这种，就明显要比大 Z 这种，结实的多。所以说它的胶面也要比色性胶面要更重一点。所以说在打德套的时候，蛋糕海绵加粘性胶皮这种套胶一般来说都比较硬，一般用在正手居多。你要是如果反手再拿个这个东西，很容易你底板90克，这会儿刷完无极就接近200克。好，这就是本期的视频，感谢大家的观看，咱们下期再见。